现在面前这个工地呢，就是斯图加特的主火车站。你现在所看到的是斯图加特主火车站，是一个大的工地。没关系，如果你前几年来的话，也是一个大工地。从2010年开始，这里就是一个大工地。10几年过去，这里还是一个大工地。那么这座德国第6大城市的主火车站为什么而建？已经建了多久？还要建多久？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斯图加特主火车站。这儿比较清楚。首先来说说这个项目的时间，正式的开工是在2010年，当时的预计是2019年完成。有一个说法是要在2021年之前全面投入使用，还有一个说法是这个是德国21世纪很重要的一个工程，所以整个项目名字也叫斯图加特21，简称 S21。而它的正式名字叫做斯图加特乌尔姆铁路项目。那么显然按照计划已经完不成了，之前说是在今年年底，就是2025年12月开始正式投入运营，但是最新的消息是有改了，到2026年年底。而该项目的另外一段文德林根到乌尔姆的铁路项目已经在2022年竣工。那么斯图加特为什么要放弃一个历史悠久的火车站，建一个新的火车站呢？咱们来从头看一看这个火车站的进程。有这个想法其实挺早了，70、80年代的时候就想动一动这个火车站，但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工程难度比较大，而且也不是最优先级的事情，所以只是停留在想法阶段。两德统一之后，对于斯图加特主火车站的改造又提上了日程。在1994年的时候还做了方案调研，在1997年，来自德国的建筑师克里斯托弗·英根霍芬赢得了斯图加特主火车站的国际竞赛。现在方案有了，建设资金哪里来？最终经过多方的多年协商，在2009年预估费用大概是48亿欧元，出资方主要是德铁、斯图加特市，还有巴夫州以及德国联邦，还有一部分有欧盟补贴。当时的进展整体都还可以，只有一小部分的反对声音。本来以为项目还算顺利，但是没想到在2013年的时候成本追加了，变成了65亿，而在2022年的时候整个成本又涨到了92亿，而现在这个建设成本已经超过了100亿欧元了，未来大概率还要涨。那你说预算这么高，工期这么长，为什么这个火车站建设这么费劲？其实斯图加特火车站原先当然现在也是因为还没修完，它是一个终端式的火车站，也叫港湾式，就是这个车到站的时候先开进去，出站的时候再倒出来开，相当于换了个方向。那有人觉得就不是很连贯嘛，尤其是在换车的时候，最好是开过去停下，然后直接不换方向再开走，这个换乘效率相对就比较高一点。另外再从欧洲大的铁路网来看，从西欧到东欧，巴黎到布达佩斯相对也更加连贯，而斯图加特差不多就在这条线路的中心，最好能建一个地下贯穿式的车站，设计的也更现代一点，然后上面的原先的铁路都拆掉，该重绿化的重绿化，该开发的开发，这样对提升整个城市的形象也有很大帮助。想法方案都很好，那就开干呗。之前说了，有那么一股反对的声音有点强烈，然后就越来越强烈。从现在看当然很清楚嘛，那就是绿党。在2010年前后，每周都有数千人到火车站进行抗议，这其中主要就是绿党，还有一些环保协会。那绿党嘛，这个倒不难想象，旁边就是卡鲁嘛，绿党的创办地，对于附近这个大城市斯图，那不得猛攻。那反对的其中一个原因确实就是环保问题，因为在火车站附近有一个很大的公园，在火车站的建设过程当中，需要把公园腾出一部分作为工地，这里面有一些树木年代也比较久远，所以很多人就反对为了这一个工程去砍伐一些古树。第二个就是这个火车站建筑本身，因为这个火车站在1987年被列为文化古迹，那施工的过程中有一部分建筑是要被拆除的，这也是很多人反对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施工，整个方案是地下贯穿式的，相当于都在往下挖，然后上面呢作为一个城市公共空间加一些采光井，这个有可能会造成一些破坏，对周围的城市居民产生影响。这些抗议活动的政治影响，就是绿党在2009年6月之后首次成为斯图加特市议会的最大党，随后就是各种各样的抗议活动不断，最终演变成了暴力冲突。2010年9月30日，抗议活动和警方发生了激烈对抗，在冲突中，警方不仅使用了警棍跟辣椒喷雾，还动用了水炮，这导致数百名示威者受伤，并造成一名叫迪特里希·瓦格纳的市民几乎永久失明。事件的影响非常之大，最终当时在场的斯图加特警察局长被判殴打罪，巴夫州政府出面与瓦格纳达成和解，向其赔偿12万欧元。而5年之后的2015年，斯图加特行政法院宣布当年警方的行动违法。而在这次冲突之后的第2天，施工队就全面进场，砍伐了宫殿花园的第一批树木。随后又有几万人组织了示威活动。抗议活动
之前规划线路的一些问题，地面的不稳定，成本的增加，种种因素最终导致工程中断。在2011年，已经是斯图加特市议会最大党的绿党首次在巴福州议会中与社民党合作，获得多数席位。于是他们就决定对斯图加特21这个项目是否继续进行举行全民公投。最终投票的结果是超过一半的人反对项目终止。在这之后，工程缓慢展开，抗议活动强度也有所减弱。那你说工程应该差不多可以继续顺利开工了吧？你要开，那就只能开玩笑。首先是在建设方面，线路下方的土壤密度不一样，有的有空洞，有的没有。虽然之前对地面的沉降已经做了一定的措施，但是在工地周围的一些建筑依然出现了裂痕，有的紧急修缮，有的就不得不拆除。另外还要处理地下水的问题，随着地下工程越来越庞大，很多人就会担心地下水被污染，挖出来的建筑废料在运输过程中也可能造成环境污染。以上这些问题很多都是边施工边发现的，要么之前预料的程度不足，要么就没有预料到，呈现出的结果就是工期延误，然后就是加预算。另外消防也有问题，比如缺少排烟口，预估的疏散人数不足。那你以为就是工程上的一些事情吗？当然不是，有人又在工地上发现了被欧盟列为保护物种的甲虫，然后又得停工派人去检查到底哪些树是甲虫的栖息地。总之在2010年之后，一会儿开工，一会儿停工，一会儿讨论，还要增加投资，就拖到了现在。现在斯图加特主火车站主要的结构就是那几个圣杯柱都已经完工，乘火车依旧要绕很大一圈，要走很长一段路。当然相比几年前只能在工地中穿梭，现在虽然也在工地中，但是旁边还是能看到已经完成的一些部分，至少是有东西可以看了。这每到一处都有一个小窗口，可以看到施工场地，就是很模糊。往前走，原先火车站上方这个奔驰的标志也已经放到博物馆了，等到火车站完工之后再把它重新安上来，毕竟奔驰的总部在这儿。最新的消息是，该项目的预算已经增加到了110亿欧，然后再加5亿欧的预备金，一共是115亿欧，几乎是翻了3倍。那么比原先多出来的65亿欧怎么办？从哪里来？最开始出资那几方都在扯皮，而且扯了很久。那最新的消息是，在2025年8月，巴福州的行政法院裁定，承担这个责任的就是德铁。所以德铁现在面临的，要么就是筹不到钱，在斯图加特留一个巨大的工地，然后自己以前投的钱相当于不要了，要么就继续筹钱，把这个项目完工。而之前一直不同意这个项目的一些政党政客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所以有些德国媒体也评论，德铁跟那些政客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最后咱们来说说这个火车站值不值。如果只看这个火车站工程，按照德国的施工状态，就我看到的来说，整体的质量应该还是不错的，这包括完成度、精细度。毕竟德国其他城市新建的一些火车站效果都还不错，比如之前提到的柏林主火车站，柏林主火也建了很长时间，但至少没有那么夸张。所以如果我们把时间因素也考虑进去，斯图加特这个主火车站的建造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很多德国人都看不下去，期间耽误了很多时间，很多事情，对市民造成了很多的不便，包括对整个城市的形象也有一定的影响。原本可以规避的事情，边干边商量边调整。当然你可以说很多事情只有在施工的时候才能发现一些实质性问题，但是这个项目所暴露出来的很多问题之前都可以考虑到。比方说第一个，跟市民的沟通协调，到底要不要建，决定建了之后怎么去科普，怎么去协商。那你可以说德国的这个制度跟民众之间协不协商，意见统不统一都很玄学。那我们来放一下，就谈工程的问题。这里面后来所涉及到的地下水、消防、环保的问题暂且不谈，到底是有人故意的还是原本就没发现，就工程上的问题调研都可以更加充分。一开始就有很多小问题，然后就变成大问题，在时间一长，很多设计就要进行调整，工期就越拖越长。而且可以预计的是，等新的火车站造完之后，老站怎么处理，线路怎么合并，怎么拆分，又是一堆问题，估计又会造成很多延误。所以综合看来，从建造时间来看，一个关乎民生的工程，前前后后要经过30年，建造就光要10几年，这个时间真的是可以用夸张来形容。不知道最开始参与的工人有没有退休的，很多人都在说德国工人的假期会比较多，但是就这个项目，很多人为所造成的工期的延误，相对工人的假期来说，那假期根本不值一提，而因此所拖慢的工程进度，德国工人是不会来买单的。所以行政的效率、己方的配合，处处都有问题。最新的报道，德铁的总裁要离职了，他的薪水挺高的，100来万欧，估计这次又要花一笔高昂的遣散费。一个火车站建这么久，确实非常少见，不知道德国以后还会不会打破这个记录，或者说还会不会造这样的火车站。那我们继续关注，到底这个火车站什么时候建完。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下期再见。